赵作海啊去世了，2个月之前啊，他去世在河南的商丘，死后啊被埋葬在他自己的家乡赵楼村，终年啊只有72岁。5月初，《新京报》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发了一个新闻，立刻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啊，很多司法界的人啊纷纷发文悼念赵作海。现在的很多读者和观众啊，可能都不知道赵作海是什么人了，我在这里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赵作海啊，他是中国司法冤狱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跟佘祥林一样啊，他们都经历了被以故意杀人罪起诉，又经历了屈打成招，最后被法院判处死刑，又经历了死者复活、冤狱昭雪的过程。也正是因为他们的经历啊，引发了当年中国公众对中国司法体系的集体反思，甚至呼吁开始清算中国的刑讯逼供制度。所以他跟佘祥林一样，都属于改变历史的小人物。我在2014年去河南采访的时候呢，路过商丘，我当时去赵作海他们家去拜访过他，也想采访他嘛。那个时候他正经历了出狱之后的另外一场大的人生转折。后来当然也没采访成啊。不过我今天还想在赵作海去世的时候讲一讲他的人生故事啊。这赵作海是河南商丘下面一个叫赵楼村的地方的这个村民啊，他们这个村子里都姓赵，都是一家子。他的前半生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没什么文化，没上过学好像是个文盲。早年出去打过工，然后娶了一个媳妇儿，生了3个男孩1个女孩。原本他这一生可能就是以一个农民的身份默默无闻的度过这一生，但没想到在1997年的时候他涉入到了一场刑事案件。这一年2月份他的村子里有一个人到公安机关去报案，说他自己的叔叔赵振响不见了，4个月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怀疑是赵作海把他杀了。为什么呢？因为1996年的10月30号，就赵作海跟赵振响发生了口角，2个人打起来了，赵作海脑袋被砍了1刀。至此之后，他叔叔就不见了。那接到这个报案之后公安机关就把赵作海给叫过去，关了20多天，也没审出来什么内容，也没什么证据，最后就把赵作海给放了。可没想到，转过年来的1998年的5月份，有村民在这个村子的一个机井里发现了一个高度腐烂的尸体。这个尸体没有脑袋，也没有四肢。那大家一对就说，那赵振响已经失踪了1年半，你想想，那这个尸体可能就是赵振响的。于是就再次报案。那就发现尸体了，那公安机关呢又重视了，对吧？那立刻又把赵作海给抓起来了。这一抓就抓了3年半，一直到2002年的时候以故意杀人罪把赵作海给起诉到法院了。这起诉书里是讲赵作海是怎么杀的人呢？说是1996年的10月30号，这赵作海跟本村的一个姓杜的女的私通，就在他们家过夜，就被这个赵振响发现了。赵振响看到这个行为就肯定是不高兴拎着刀过去，就从赵作海的脑袋上砍了1刀。赵作海被砍完之后呢，就捂着脑袋就往自己家里跑。跑回家之后他拿着刀就在这个门后埋伏着。这赵振响呢，就提着刀一直追追到了他们家。追到他们家之后，赵作海拿着刀冲他肚子就捅了几刀，就把这个赵振响给杀了。杀了之后呢，这赵作海就把赵振响的尸体给肢解了，脑袋四肢给剁了下来。这中间这部分就给扔到这个井里头了，其他的部分他就给焚烧了。所以你看后来就没有找到嘛就以这个理由最后起诉到了法院。最后法院呢就认定赵作海的故意杀人罪成立，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话说这个赵作海被判刑结束之后都没有上诉，最后呢就被投入到了河南开封监狱开始服刑。2年之后呢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就在监狱里头就度过他漫漫的刑期。原本这个故事可能就到此为止了，可没想到在2010年4月30号他杀掉的那个赵振响突然回到了村里头了。后来你跑离这几年，有没有听说赵作海没被抓这个事儿呢？没听说因为一直没见他带完这开始。这赵振响回到村里的时候，村民吓坏了。那村民说：“你这个赵振响，你不是已经死了吗？你怎么又活回来了？”这赵振响当时也一脸懵说：“谁说我死了？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呢吗？”人说：“你就是死了，你被赵作海杀了，人法院都判决了。”赵振响也不知道就找到他自己的侄子。他侄子当时看见赵振响的时候也说：“你这个你别冒充我叔叔我叔叔已经死了。”赵振响说：“什么冒充你叔叔？你的小名叫根儿。”
直接把他的小名给叫出来了，然后把他衣服撩起来了。你看，身上还有伤呢。他早年好像跟别人打架，身上留下的伤啊。他侄子知道，他侄子一看，那这是他叔叔，这个无疑了啊。但这下可麻烦了，怎么麻烦了？你想想，他叔叔活了，那说明什么？那说明赵作海当年杀他叔叔这件事情，肯定就是个冤案呐。这赵振响啊，就讲了啊，他为什么失踪。他说啊，1996年啊，这10月30号的时候啊，他当时呢就看着这个赵作海啊，在那个姓杜的那个女的家过夜。他当时呢，好像有人说他对姓杜的这个女的叫甘芳啊，他也有点意思。赵作海是有这个关系有吗？没有。那你跟这个赵振响有关系吗？他吧，他在这儿，他承认他给我好，他来他承认他给我好，这怀疑，这是怀疑谁呢？他就心里头不服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赵作海跟他也有一些矛盾。什么矛盾呢？早年出去打工的时候借了他1800块钱不还，那1800块钱当年是笔大钱啊。所以那天晚上他气急之下拎着刀就从赵作海的脑袋上砍了一刀。他当时啊以为他把赵作海给杀了，他害怕杀了人呢，于是拿着400块钱就连夜逃走了。逃走之后他也没跑太远，他就在周围的几个县啊，就长期以捡破烂为生。这一下子就过去了13年。后来啊，由于啊这几年他身体不好了，有一天早晨一起来的时候，这脑袋突然这个脑梗阻了，中风了。他一想，这么大岁数了啊，总要落叶归根，就回到了自己的赵楼村。结果没想到他回到赵楼村之后啊，大家都以为他是死人复活。我你不死了吗？我呢，你咋活了？我这之后咋的了？死哪了？我呢？我他破几个字，这个破完我你咋回来了？我老天爷！他回来之后啊，这赵作海的事情，这不就是出事儿了吗？说赵作海的叔叔啊，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在5月4号这一天，就连夜赶到了开封市的监狱，就跟赵作海说：“他说，我告诉你，你杀的那个赵振响活着回到村子里头来了。”结果监狱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也懵了啊，赶紧向河南省司法局去汇报啊。那么河南省的这个法院系统啊，立即启动了对赵作海杀人案的再审程序。其实这个再审倒也很简单，因为过去所有的审判程序都成了笑话，也不需要再审查了，你只需要认定这个赵振响就是你起诉书里头认定的赵作海杀掉的那个赵振响就行了。那个在5月6号的时候很容易就认定了，这一认定之后，那显然赵作海这个案子就不成立了。所以在5月9号这一天，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裁定，经商丘市人民检察院、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调查情况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次认为，原裁判认定被告人赵作海故意杀死被害人赵振强的事实错误。一、撤销本院2003预发庭议复字第13号刑事裁定和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伤刑初字第84号刑事判决。二、宣告被告人赵作海无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赵作海杀人案这个不成立，赵作海被无罪释放。那天啊，就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这个法官亲自到河南省开封市的监狱，向赵作海宣布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赵作海没见过这么大的官啊，还特别紧张啊。监狱外面门口啊全是摄像机啊，大家都在等着赵作海从监狱里头出来，因为媒体当时都炸了。你想想啊，你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司法制度，宣判一个人死刑，宣判这个人呢是杀人犯，结果这个他杀的人活着回来了，那什么原因？肯定是屈打成招啊，肯定是刑讯逼供啊。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媒体都想报道啊。看到那么多摄像机，说赵作海当时都不敢出去，那些人鼓励他，没事，你出去吧。5月11号这一天，赵作海啊回到自己村里，但是赵作海却一直没有现身。他的家人说，他出狱之后呢，就在当地政府部门的陪同底下，直接去了山东临沂看望妹妹。而直到昨天晚上9点左右，赵作海才首次出现在了村子里。谁弄你了？他呢是1998年被抓起来的，等到2010年回到村子里的，这已经整整过去了11年。这11年啊，他村子里头已经是物是人非。这个申请最高人民法院是
看着我这是无罪，是无罪。进去看看吧。还能认得吗？那个叫说，哪个地方是哪个地方？不认，都不认得了哈。嗯。你要不给我俩跟我12年了哈。时间太长了。不认。他进到监狱之后啊，他的老婆就带着他的小儿子和女儿就改嫁了。他的另外2个儿子啊，挺惨的，没人养啊。你想想嘛，就在那村子里啊，后来就跟着他那个姓杜的女的，就是好像他跟他有点这个关系的姓杜的女的叫干花，他们家里头就在那里头生活。那干花家里头也6、7个孩子啊，这2个孩子也就顺便把他养大了。他自己的承包的那种责任田有6亩地被村干部种了，有3亩地这个干花家就种了。他自己家里的房子都塌了，所以听说他要回来，村干部也急了，说你像这个冤狱，是吧？冤狱的人，共产党冤枉他了啊。那结果他回到村里头没地方住了，连夜给他盖房子，但是盖房子总需要时间呢，所以他回到村里的时候，那房子也没盖起来呢，盖了一半，他没地方住，就住在他叔叔家。当地政府的官员走马灯一样过来慰问他。1月份生活费暂时延下咱们自己的啊，我们乡里边表示一下，不要。共产党委，这党委不义。这个给3000，给5000，给1万慰问金，生怕他对政府有意见嘛，对不对？那你想想，他出来的话，本身就成为了一个活的证据。5月12号这一天啊，商丘市的法院就到他的家里头，半夜11点找他来协商赔偿的事情，因为你毕竟本人无缘无故的关了11年。剥夺了人生的自由啊，人的整个人生轨迹都发生天翻的变化啊，老婆也没了，家也没了，你想想，你总要赔吧？就当时的中国司法制度啊，赔钱啊标准特别低，是要按照当地的社会平均工资来赔。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主要的一项就是错误羁押所造成的赔偿。赵作海一共被无罪羁押了4019天，我们将会根据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标准予以赔偿。大约45万左右，其他损害将根据赵作海提出的请求和有关证据予以认定，该赔偿将一定会赔偿。言下之意，就政府把你抓错了，把你关到监狱里头，你就相当于在监狱里上班，这常年就是这么一个标准。因为过去也没怎么赔过啊，但是像赵作海这个事情，证据实在太确凿了，因为他杀的人已经回来了，你总不能不认错吧？所以这个时候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去赔他，全国人民估计也不能答应。所以啊，商丘市的法院就跟他商量，他说你看能不能这样，给你一笔赔偿金，然后再给你一些什么补助金，因为当年还没有精神损害赔偿这一说，所以最后呢就赔了他65万人民币。这65万人民币啊，在当年不是个小数字啊，尤其是对赵作海这样的一个农民来讲，他过去啊一贫如洗啊，你想想。突然有了这65万块钱啊，他的人生开始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首先啊，经过几年之后啊，他的所有的亲戚跟他之间都断绝了联系，都不往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啊拿到这65万块钱啊，他叔叔就找他，他说：“你看你这个案子啊，我给你跑前跑后的啊，立了很多功，你能不能借我5万块钱？”这赵作海啊就不愿意借，因为他知道这个钱借出去之后肯定还不了。但这65万块钱是他拿命换来的，所以他就给了他叔叔5000块，叔叔就不满意呀。结果紧接着又发生另外一件事情，他的大儿子啊，当时啊，他出监狱的时候在北京打工，听说他父亲从监狱出来之后啊，就连夜赶回到家里头认爹嘛啊。后来呢，他看着他这个儿子啊，也非常的觉得不错啊。后来他儿子要结婚，他给他儿子花了10万块钱，其中有6万块钱呢是彩礼。4万块钱操办婚礼啊，但没想到他过了半年之后，他发现啊，他儿子拿着他的身份证和存折啊，就把他的存折里头的钱偷偷转走了14万块钱。这件事情对赵作海打击挺大的。你想，他儿子完全没有征询他的意见嘛，他就说他叔叔把他的存折的密码告诉他儿子了，他叔叔不承认。所以呢，你想这个过程中跟他叔叔的关系也掰了，跟他儿子的关系也掰了。至此之后啊，这赵作海呢就对这个钱呢看得比较紧。结果这个时候啊，他呢生活中就来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李素兰。这李素兰呢，因为当时媒体都报道这个赵作海嘛，这李素兰呢，她自己啊是跟别人结婚，生了一个孩子，这孩子呢好像有小儿麻痹，最后双腿都截肢了。
他呢就找到赵作海，说要让赵作海帮他申冤。这不是省高院院长来道歉，我拿出这张报纸找他家，叫他给我就让帮忙。当天晚上就住在了赵作海家，说那个赵作海住在床上，他住在旁边的那个地上什么之类的啊。结果几天之后，两个人就住在了一起。我们这不是拿出这些材料去找赵作海了吗？他们不是说在网上不是说我和赵作海说到夜间睡到一个床上了吗？当晚，李素兰就留宿在赵作海家。3天后，赵作海的大儿子结婚，李素兰端坐在大堂上接受新人的磕头礼。你说没结婚嘞，反正也同个床。你说结婚呢，没办这个结婚仪式。是了，儿媳妇我操办的，结婚那镜头你也看到了，我也拿把寿头礼了，我也受把头了。你想想，赵作海也可以理解啊，因为自己的老婆也都跟人改嫁了嘛，家里头也没个女人，这时候有个女人来了，所以呢，一来二去，两个人就凑到了一起过日子。他呢，跟他自己的前妻呢，当时还没离婚，所以他找他自己前妻离婚的时候，前妻还不跟他离婚呢，说你这个65万里头，你再给我10万，他又不愿意给，两个人最后去起诉，最后谁也没给谁钱，最后呢就离了婚，就跟这个李素兰结了婚。结果这个李素兰呢，跟这个赵作海啊在一起之后呢，就传着赵作海就搞投资。在2012年的3月份的时候啊，他就一个朋友带着他们两个到宁夏贺兰这个地方啊去考察什么呢？说当地有那个西部大开发项目啊，所以他们就投了7万块钱。转过头来，到了5、6月份的时候，他们又去了一趟，又交了7万块钱。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好像他们投资了什么以力神，又投了5000块钱，又投了一个什么大公司，又投了1万块钱，前前后后投了17万。结果回来之后，人就跟他说：“你这项目不靠谱，传销。”传销当时不都是什么西南大开发呀，什么西部大开发，都是这种名目啊。结果他再去的时候，实际上再要那个钱也出不来了。后来他参加那个组织就被认定为传销，结果传销也没有用了，因为他投入的17万块钱都已经打了水漂。你想想，此前20多万儿子拿走了，这10几万将近20万有没有了？65万块钱大概就只剩下20来万了啊。结果后来就是当时啊刑讯逼供的那几个警察不被抓起来了吗？应该说有刑讯逼供。有吗？啊，应该说确定有啊，确定。没我感觉没什么问题。哎，这样下一步我们要依法依纪对这些涉嫌渎职侵权的以及违纪的进行调查，最终做出处理。抓起来之后要审判，这赵作海当时也觉得他赔的钱太少，又找到法院去了，他就要求这几个警察呀给他进行民事赔偿，又申请赔偿60万，结果后来没获得支持啊。最后呢，他给了这几个警察写了一个谅解书，那几个人好像又赔了他10几万块钱，他手里不是又有点钱了吗？有点钱之后啊，他由于跟自己的儿子啊也反目了，跟叔叔也反目了，在这村子里也没法住了，就跑到了这个商丘去住，就投资了一个小旅店。但是你想想，这赵作海本身自己也没什么文化，也没做过生意啊，他投资小酒店啊，1年下来赔了4万多块钱，最后把酒店给卖了，又赔了你想想几万块钱啊。这时候他不敢乱花了啊，于是就把这个钱啊就投到了什么呢？投到了当年的民间借贷里面。他当时手上大概有个将近40万块钱。这民间借贷当时在河南这一带非常非常的流行啊，说1个月2分利息。他把40万块钱放进去之后啊，这不是1个月有8000块钱的利息吗？8000块钱的利息，他就在商丘那生活，觉得还过得去。就是在这个时间点，我呢到河南去出差。我当时去河南商丘去出差啊，去调查那有个叫祥康酒，假的保健酒。路过商丘的时候，我知道赵作海啊当时在商丘住，我就跟我们的同事说：“哎呀，咱们路过商丘啊，去看看赵作海吧，没准将来咱们可以采访他。”所以我们就辗转联系上他。有一天晚上，我们就去了赵作海他们家。他们家当时啊是一个平房，破破烂烂，里面呢就摆的全是各种生活用品，也没什么家具啊，菜呀、什么水桶啊，就在屋里头摆的都是。家里一看过得挺落魄的。这赵作海呢就跟我坐在对面，就给我讲啊他出狱这几年。然后赵作海的这个媳妇儿李素兰呢，当时看到我们来之后啊，就跟我介绍，他说：“你看，
我们现在又加入了这么一个这个组织，叫权健。我拿了一个本子给我看，我一看权健，我当时心里头一凉啊，也一惊啊，因为权健是在天津搞的，我知道这个权健就是一个传销组织，卖保健品，卖完保健品之后让你去发展下线。他老婆李素兰就给我活灵活现的介绍这个项目。我当时看到那些保健品，他还说他们在吃，我当时就跟他们讲，我说这东西还是要小心呐，因为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啊，跟过去的那个传销有很大的一样。结果这李素兰说不一样，那边是西部大开发，这面是保健品，这东西对人真的是好，他们每天还在吃。我说你们还是仔细去调查一下啊，就是这个项目啊，确确实实是传销。那李素兰不听，而且当时啊，他给我讲的也是把钱放到了这个叫什么投资公司。投资公司我一听就更惊了，因为我知道，你想想，2分利1个月，1年24%的利息啊，你是什么投资项目有这么高的回报啊？你高回报意味着你的高风险。我就说，你其实这些钱放在这个项目里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最好还是拿出来。这李素兰当时说没事儿，周围的人都在投，要不的话怎么办？是吧？能干什么？当时这个赵作海啊，他出来这个以后啊，有一段时间内有人请他做这个公民代理，就哪个地方啊打官司的时候把他请过去，往法庭一坐，好像是起点作用啊。但是很快这个生意就不行了，最后辗转之后，他就到了商丘那个地方，就做了一个环卫工人，收入非常微薄。结果啊，那天晚上啊，离开赵作海他们家的时候，我就跟我同事说，我说这赵作海啊，其实挺危险的。因为他搞的这个项目，你看了吗？过去是一个传销，现在搞这个权健还是传销。你上过1次当，还在上第2次当。结果就在我回北京之后不久，就传来消息啊，就是赵作海啊，就是加入的那个投资公司，一下子那个老板就跑路了。跑路了之后，他这40万块钱的本金呢，血本无归了。这赵作海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急火攻心呢。就被送进了医院住院了。喝点吧，喝点，我喝点奶吧。酒精丸放哪了？哪一样里头？你不好受，你心馋，你这。他就受这个，心里就担这个心，一直心里就是。这是因为这个事情出了以后，他受不了这个气，对，现在是这种状况，担心这个钱才出现这种状况。你想想，那个时候距离他出狱啊，也只有4年多的时间，4年多的时间，65万块钱，再加上后来又赔了那笔钱啊，大概就是75万到80万块钱啊，一下子全都没有了，又重新变成了赤贫。你说这个人生经历，是不是让人觉得特别的唏嘘啊？后来啊，这商丘市啊，中级人民法院看到赵作海这个样子啊，可能也是觉得自己有愧啊，也觉得于心不忍，就把赵作海弄到自己的法院，给他了一份工作。什么工作呢？就是抄电表，1个月上1天班，然后呢，给他1800块钱的工资，让他老婆呢打扫会议室，1个月可能也就上1-2天班，也给1800块钱。然后同时呢，又给他租了一个31厅的房子，让他们住。相当于啊，给了他一个最低的社会保障。后来从监狱出来之后的赵作海啊，就在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这样的一个最低保障下面，又活了10年的时间，一直到今年年初啊去世了。要说赵作海的经历啊，确确实实我觉得蛮传奇的啊。就他当年为什么会被以故意杀人罪起诉，并被判处这个死刑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刑讯逼供。据他自己啊，就后来在出了监狱之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讲，当年这些警察把他抓进去以后啊，就把他铐在一个板凳上30天，不让他睡觉，然后打他，用的像擀面杖一样的那棍子打他的脑袋呀。在这个派出所使那个小木棒，敲我的脑，就这样棒慢慢敲。喝了那种吃跟那种这个开水都不知道对上人啥药，反正一喝就不知道了。不知道以后都给我头上绑炮。你不说，你不承认就一直在打你。最后他说他分不清白天黑夜了，没有办法了，生不如死啊，最后就只能
按照对方认定的那个情节去交代。所以啊，他最后形成了9份笔录，这9份笔录都是按照那检察院起诉的时候那9份笔录啊，但是没有一份物证，也没有找到杀人的工具，也没有找到那个尸体，甚至那个尸体的那个 DNA 都没有出来。其实他这个案子啊，一开始检察院实际上是不配合的，就公安机关啊，把这个赵作海这个事情啊，把屈打成招，搞成笔供之后，就移送到检察院啊。检察院认为证据不充分，2次退卷，就认为这个公安机关办的案子没有充分的证据，结果赵作海就一直被关着。后来到了2002年的时候啊，全国范围内清理这个超期羁押，因为他已经被关了3年半了，你如果要是证据不足，你应该把人放了。结果呢，肯定当地又不愿意放这个赵作海，因为你放了的话，那你这3年半怎么解释啊？后来当地的政法委就牵头公检法一起开会，就定调说赵作海这个案子还是要起诉，而且要快审快办。公安检察机关没有受理。到了2002年8、9月份，公安机关在清理超期羁押这个专项检查活动中间，将这个案件提交商丘市委政法委研究。商丘市委政法委这个组织了这个一个专题的这个研究会。这个案件在这个会议上进行了专题汇报，汇报的过程，这个经过大家的集体研究，认为这个案件具备了起诉的条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检察院呢就依据公安机关的那些屈打成招的口供呢，就把赵作海给起诉了。起诉最后呢，这个法院呢就按照这个东西给判决了。从起诉到判决40几天的时间，在法庭上，赵作海跟他的律师都不承认。这个不承认也没有用啊，就是依照他自己承认的9份口供，就判定了死刑，缓期2年执行。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之所以有赵作海的冤案，本质上来讲，还是因为刑讯逼供的这样一个体系。在过去啊，中国的这个公安机关办案人员通过刑讯逼供的方式啊，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他认为犯罪分子怎么可能自己交代自己的罪行呢？所以要上手段呢。那一上手段，那有些是真的是犯罪分子，一打他就交代了；有些就是类似于像赵振海这样的，他不是犯罪分子，被打也交代了。包括那佘祥林也是一样的。那佘祥林当时就认定他杀害了自己的老婆，他原先还是一个公安局的治安员呢，结果后来被警察抓起来之后，都是他过去的同事打他，他说打了10天10夜。最后呢，这佘祥林也就交代了。结果佘祥林啊也是判处了死刑啊，后来当然改判了啊，也是在服刑的过程中，他老婆有一天突然回到了村子里。所以啊，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对他们的整个审判过程就成了一个笑话。后来赵作海这个案子啊真相大白之后，也启动了错案追究机制，就把当年刑讯逼供的这6名警察都给抓起来了。佘祥林案当时也把那警察抓起来了。但是当年因为佘祥林案影响特别大，比赵作海这个案子还靠前。刚刚把这个警察限制自由之后，其中有一个警察后来就到一个墓地里自杀了。自杀的时候还写了一封遗书，说我冤枉。结果他自杀之后，对于他其他的那些同事的错案追究程序就都停止了。本质上来讲啊，那公安机关的这些人啊，他们之所以会刑讯逼供，一方面因为是他们的刑事侦查权不受约束，但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什么命案必破这样的一个政策对他们的逼迫。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的司法审判制度不够独立。你想当年这检察院就退回了公安机关的案卷，但是呢后来政法委定调，因为政法委在共产党的体系中间是超越所有的公安机关、检察院也包括法院的，所以政法委定调说这个案子要起诉，其实检察院已经没有选择了，法院也没有选择了。所以最后那个法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他说那我们没有坚持原则嘛。所以最后错案追究的时候，追究了公安机关的刑警打人的，但是其他的法官并没有追究。那个政法委的书记啊，就是赵作海案的政法委的书记啊，据说事后还定居到美国去了，也更没有追究。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是中国的司法制度啊，为什么会出现赵作海这样的冤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司法不独立，
刑事审判过程中缺少所谓的监督机制导致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赵作海啊，这个出狱之后，他的人生啊，我觉得啊，虽然有关部门给他赔了钱，赔了65万块钱，当时啊也实际上也不少，但是他其实在监狱的11年的时间里头与世隔绝，与正常的社会相隔离。当他出监狱的时候，他已经丧失了正常生活的能力，甚至丧失了正确处理这个事情普通事务的能力，所以才导致了4、5年的时间里头，给他赔的所有的钱都被这个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啊就被骗掉了，或者是流失掉了。所以这个其实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对这样的刑事审判制度的受害者，这个社会到底应该用什么方式去帮助他？你简单的给他一笔钱，真的就是对他的帮助吗？当时65万块钱少，你就算是给他650万，如果没有另外一套机制去辅助的话，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啊，可能也会被骗光，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跟正常社会沟通的能力，辨析事情最基本的能力。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的人都知道传销，但是他可能不知道传销，他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一看哦，西部开发，他可能就信以为真，于是呢就陷进去了，很快钱就被骗光了。所以赵作海当时的这个经历啊，就特别令人同情。第三个方面，就赵作海啊，当时手里头拿了一大笔钱之后啊，导致了自己的众多亲人跟自己反目。其实这一点呢，也蛮令人伤心的，甚至或者令人唏嘘的，因为人性在很多时候啊是经不起考验的。他如果没有这么多钱，你说他的叔叔会跟他反目吗？他的儿子最后会跟他反目吗？可能不一定啊。但是突然拿了这一大笔钱，所有的亲情之间啊，面对巨大的诱惑啊，没有呈现出人性中间善良与美好的那一面，相反，人性中间的恶的那一面，或者说相对黑暗的那一面都呈现出来了。大家在利益面前开始争夺，开始争抢，所有的亲情啊，在这个争夺和争抢的过程中间，都退到了暗处。所以啊，你可以看，虽然赵作海出狱之后啊，拥有一笔钱，但他很快失去了所有，不但失去了钱，也失去了他自己的亲情，失去了自己的家乡。所以后来他一直住在了商丘，不愿意回到他自己的家乡赵楼村，一直到他死，他才归葬到赵楼村。我记得啊，我去跟赵作海聊天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人这一辈子啊，想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度过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是啊，当历史选择了他，他就再也不是普通人了。他再想做一个普通人，像普通人那样啊，顺顺当当的过这一辈子，是再也不可能了。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8、9月份，公安机关在清理超期羁押这个专项检查活动中间，将这个案件提交商丘市委政法委研究。商丘市委政法委这个组织了这个一个专题的这个研究会，认为这个案件具备了起诉的